其實華為這個公司呢，比較少見，我就是講第2次了。大概3年前講過一次這公司，那時候華為我对它的定義叫禿鷲，禿鷲是吃屍體的。我估計你們看過那視頻吧？禿鷲吃屍體的啊。那就现在還有很多人，我那時候對華為本身的運作模式體系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不重複了。但是呢，只能跟大家講，就是關於濤定律這個事兒，華為已經從禿鷲演化成了蛆蟲了。蛆是幹嘛的？是孵化蚂蟻的不是孵化蒼蠅的，傳播病毒的啊。很多中共國人啊，我說不得不叫傻子啊，覺得華為在這次 IEEE 啊，全球電气電子工程師學會，這是全世界最權威的、最大的工程技術專業組織之一，在這個國際會議上宣告自己創造了濤定律，濤是後摩爾时代的核心定律。这個事情對人類的意義重大啊！這華為怎麼爛，咱講過了啊，白手套等等啊，不重複了啊！到處依靠造假、詐騙做技術間諜獲利。我只是說一下這就濤的事兒啊。當然，你們還有人把這種公司當做技術標杆企業。哎呀，不知道說什麼啊！上次我說了一下他盜竊步步技術的事啊，那是禿鷲的事。今天說说他當蛆蟲的一個事啊。那為什麼還有人認可華為啊？因為中共國很多人，特別是小粉紅，面對越來越慘的日子，自尊心已經超越了對真相的認知，不能接受在中共國日如中天的華為竟然是一個大騙子、超爛的企業，好吧？啊，我可以理解心情，理解你們的心情，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嘛。啊，就跟你們看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天在這快速崩塌啊，這次什麼交通事故。我都不提什麼深圳着火这事，一撞死又撞死10幾個人啊，就是你們就不願意承認，看着中共國衰退就不願意承認，我很理解啊，但是這是一個極端愚蠢的行為，它就是他媽這麼爛，甭管這國家還是他媽這些企業，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沒辦法，就睜眼看不見，沒辦法啊。中共國內所有這些專家學者聊濤 liar 這個事兒，包括台灣的郎咸平，全都是胡說八道，一句人話都沒有。我這個人習慣叫擺事實講道理，我說他們胡說八道，他們連跟我反駁的空間都沒有，因為我很習慣擺事實講道理，無可辯駁。我跟大家講講這個騙局的醜陋本質在哪兒。按照國際所有公告技術成果，就別說公告的是個定律了啊，公告技術成果的慣例，在 IEEE 就是這個全球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這種級別的會議上，你公告一個技術，你嘴上說了啊，這個技術，這是你嘴上說的，你同步要做的是什麼啊？最少你要在 IEEE 的這个官方預印本平台上，這是專門放你的論文的，發表有關論文。就是你這兒你說你公告這個東西，你沒有細節呀，你沒有論文，你只是拿嘴叭叭叭說這個東西，人家通過你公告的簡短的文字，到底知道是什麼玩意兒啊？這是慣例啊，我跟你說啊，就是有 IEEE 這個平台以來，所有公告在平台上做技術的都有論文配套。更何況這次華為海思公報的還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理論，它叫做比肩，原話啊，比肩摩爾定律的新定律。摩爾定律不好使了，這個 Tall Liar 以後就是主導技術思路的新的定律。神奇的事情就是，包括 IEEE 在內的全世界所有的權威科技機構all of 所有的科技機構或組織的官方預印本平台上，都找不到任何華為或華為相關機構發表的與 Tall Liar 有關的論文，就看不見，沒有，有關係都沒有，就別說 Tall Liar 這個事兒本身的論文了，有關的都沒有，就這詞兒 Tall Liar 這個詞兒都找不到。那唯一能跟華為這個技術能拉上關係的是什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科院的預印本平台上有一個華為公告的叫 Time Scoring Theory Time Scoring Theory 時間尺度或者叫時間印記理論 Theory。 這個還是通過很多AI 等等幫我仔細尋找才找到的Time Scoring Theory。 這個時間尺度理論或者叫時間印記理論，首先它是個 theory 是個理論，在全世界的科研領域，理論跟 liar 是完全不同檔次的。 liar 是什麼？定律，是被全球科技界長期穩定驗證
普适可重複用的規律，摩爾定律、歐姆定律、熱力学定律啊。那麼那个 theory 呢？theory 呢是对一個現象的一種解釋框架或方法體系，僅僅代表有一定的價值，有工程意義，但是距離定律非常遠。大家明白了嗎？啊 ，theory 這個東西跟 liar 之間的差別，可能10000個theory 也沒辦法變成一個 liar，10000個理論也形不成一個定律。所以唯一能找到的跟華為這次在 IEEE 會議上自己公告的 TAO liar 有關係的，就這麼一個玩意兒。最基礎的預印平台直接找不到，全世界官方所有地方都找不到，中科院只找到了這麼一個理論。那預印餅平台是幹嘛的？誰可以發表論文？任何人，發明者、創造者、團隊、個人都可以發表，他不需要任何專家或學者背書，不需要別人評價，也就是他表達的是研發者個人或團隊的思想的展示。這種展示的玩意兒都沒有啊！對 ，liar 另外一個翻譯是法律啊，定律、法律都是這個詞兒，就是華為的東西連他媽展示的論文都沒有。首先大家明白這個東西，然後他號稱自己創造了一個 liar。然後我為了這事兒呢，專門詢問了國內工信部有關主管部門的領導，被明確告知從他這兒得到的跟 TAO liar 在國內有關的基礎，就只有這一篇 time scoring theory， 只有這麼一篇。到這兒你們是不是覺得已經很荒謬了？這邊吹得無限大，世界奇蹟。國際最權威學術機構大會上發表定律，這邊就算預印本平台只在中共國，全世界都沒有，就中共國找到了一個有關的論文，還不是 liar。所以我說他媽的，這對外我他媽創造汽車了，宣傳牛逼，結果發現你他媽就幹了一輪胎，你說有什麼區別？你幹了個輪胎也行啊。更神奇的是，按照國際慣例，華為既然創造了這個有這個 theory 這個理論，那它正常使用這個名字就行了就是 time scoring theory 使用這個就好了。但是華為沒有，它使用了 TAO 這個希臘字母，這個長得跟英文大寫的 T 有點像的希臘字母作為代替。TAO 這個字母是標準數學和工程學的符號，通常用來表現的是時間常數、延遲尺度、時間尺度、衰減周期等等。那華為如果為了簡化它幹這個事兒，你叫個 time 不就完了嗎？不，它用了一個 TAO 這個希臘字母代替，這個東西還湊合，勉勉強強能符合。當然你做個理論，你說個定律，這已經很流氓了啊！但是你在 TAO 這個上面還能符合，畢竟國際慣例可以用一個字母來代替某種技術的含義。接着華為又做了一件世界奇蹟的事，又是全人類的技術界沒幹過的。第一個我講了沒幹過的就是這麼大會議上發表一個最著名的定律，結果他媽連基礎就是論文都沒有，基礎論文都沒有自己發表的個人觀點都沒有，文字定都沒有。接着呢，這麼偉大的一個定律，他把這個韜字換成了中文字的韜，韜略的韜，韜光養晦的韜，他媽在中國宣傳叫韜定律。我操，又一次世界奇蹟，就是全世界科學技術的範疇就沒這個玩意兒。這是幹嘛的？這是一次妥妥的市場行為。這個行為幹嘛？那他媽畢竟跟華為這個品牌有關的國內外上市公司有10幾家，大部分在國內你幹了一個他媽韜定律，跟中國人韜略、韜光養晦，我操，那這些上市公司那他媽不都受益啊？我相信這個世界你們第一次聽過韜定律吧？有聽過阿爾法革命嗎？聽過貝塔定律嗎？伽馬革命、歐米伽進化聽過嗎？我說中文呢。所以在科學領域，符號就是記號notation 就是記號，不可能是概念的本體。所以華為把這種單純的符號變成了中文，然後做了大量引申的宣傳，讓韜這個字充滿了中共的氣勢跟民族敘事空間。
基礎論文都他媽找不到的 Taller 就被他媽華為制造出來了，牛逼！披上民族外衣，開始以中共原創後摩爾時代的法則招搖撞騙。這種事情在全世界目前只有他媽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發生，連印度、柬埔寨、菲律賓這個國家都出現不了。因為即使在這樣的國家，相關法律對這種行為也有嚴格的約束和管理，後果很嚴重。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法律对這種行為那可真的很嚴重。一個公司也好，團隊也好，個人也好，你發明的技術甭管叫新定律、新理論，然后呢被國際什麼著名機構認可，比如 IEEE 會議上發表，暗示獲得產業突破，但是實際上沒有經過任何權威的行業評審，沒有任何國際關聯的權威的論文鏈，然後把這個東西還引導映射到跟你有關的公司、組織、個人，讓他們商業獲利，在全世界都是刑事行為、刑事處罰，都是犯罪，典型的犯罪。也就是你在用一個不着邊的事兒，最後讓自己相關的一串，讓自己相關機構他們獲得商業獲利了，刑事處罰。你们有機會去用 AI 問一下，把我剛才講這種行為啊，就這麼幹的。美國證監會每年以證券欺詐處理多少這樣的公司？公司相關人員、創始人都是犯罪，都抓起來進監獄。邏輯上被定義為清晰的詐騙，因為你並沒有國際權威機構按照流程或標準認定你進行所謂技術突破，基礎他媽論文都沒有，然後又能給你的關聯機構帶來相關的收益，這就是標準的他媽的詐騙。你說華為幹這事在幹啥？自己想明白了嗎？在幹啥？大家清晰的看清楚了啊，否則不可能缺失的。我告訴大家，都是世界奇蹟，都是世界奇蹟。那為什麼華為敢幹？他在他媽中共國是白手套企業，他他媽是中國共產黨的代名詞啊，權力大於法律的中共國，他想怎麼詐騙都無所謂，而且這麼詐騙還能他媽揚我國威、振我軍威的。這種詐騙始作俑者，甚至於都不是他媽任正非，都可能是他媽習近平，就讓你這麼幹。所以呢，把這種華為的這種詐騙行為還他媽當做偉大技術榮耀的中共國人，說你們是大傻子蠢豬，一點不過分，話粗理不粗，中年底兒，查一下不就完了嗎？國內豆包問問，對吧？ DeepSeek 問問不就完了嗎？他做這東西有沒有真的創新性？為啥你都不用查到我這麼深？你只要去問問他技術上有沒有真的創新性就可以了。如果他的國內的 AI 都告訴你沒有他媽創新性，然後你就想想吧，估計還有人中國人說，哎呀他媽也許以後華為補論文，不想跟你們說這種人了，就是叫不醒裝睡的人，超級大傻子我也挽回不了，好吧啊？那為什麼他不敢寫論文？我再告訴你，那你說他詐騙的時候為什麼不做的完美點？他寫一堆論文掛在國際平台上不就完了嗎？抱歉，他們還寫不了。你想想，他這個騙局被我這種粗通技術人都能揭露，他這論文怎麼寫？因為華為在這個 Taller 的事上，他一點論文的機會都沒有。華為在這個理論裡面做的所有所謂的新概念，在全世界大量的科技公司都在做，時間長的做了20多年，短的也做了10幾年。這個裡面他的理論裡面做的這些核心，人家超級成熟Taller 的核心什麼堆疊、3D 封裝、什麼 chiplet 等等。索尼公司10多年前就做 CMOS 圖像傳感器堆疊， TVS 硅谷通背照式堆疊等很多著名機構都做各種各樣模式的芯片堆疊英特尔、台積電、三星等公司10幾年前就搞 chiplet 還有像什麼 HBM 的封裝、2.5 3D 的集成等等。所以涛定律核心的公司10几年前在全世界都是公開的技術路線，老玩意兒，然後這些東西融合到他們一起的概念全融合，就跟這涛一樣，人叫什麼叫混合鍵合技術，這就是涛定論Taller 的核心實現邏輯堆疊關鍵艺術。
很可惜，这個藝術 EMIB 這是2008年就已經被 Intel 公司註冊了專利了。為什麼不能寫論文？明白了嗎？就是這個華為聊的這個技術，所有的玩意兒國外全他媽用，而且多的20多年，少的10幾年。在國際這些技術公司把這種玩意兒叫做一種工程演化進化行為啊，就是對摩爾定律進化的一種迭代一種想法。所以沒有任何技術公司覺得這是对摩爾定律補充的一種工程性革命，什麼全面突破，沒有人覺得。在國際的技術領域，在這種方面做這種工程演進技術進步是很常見的。就我問問大家，一個地方有很多1、2層的矮樓，還有很多圖紙7、8層的高樓的圖紙，結果突然一個傻逼啊說，你們看1、2層的矮樓這麼多人住着多累啊，我們可以蓋3、4層樓解決居住難題。我的想法世界奇蹟，吹牛逼，創始叫賴爾技術革命，你覺得是不是傻逼？人家7、8層樓的图紙擱着10幾年了啊，所以對涛定律這個技術思維感興趣啊，覺得老翟講這個不靠譜啊，不是專業人士，不一定準啊，沒關係，去看一下全球著名芯片分析師叫伊恩·克特里斯，查 AI 就行。在自己的博客裡对这次華為所謂技術創新，外國人很謙虛，叫質疑就好了，長篇大論質疑，駁得體無完膚，就是把華為這個說的事兒說的狗屎一樣不如，就看一下就行了啊！但是人家名兒叫質疑，說的很徹底，這是絕對的技術專家。所以這時候為什麼有記者問英偉達黃仁勳說怎麼看華為的涛定律革命？黃總答案多準確呀！這個東西對華為是突破，對英偉達不是威脅，太含蓄了。潛在含義是什麼？他媽英偉達10幾年前就幹這玩意兒了。你說你他媽跟我幹嘛？我那個 N2 10幾年前幹的玩意兒，你給我講這幹嘛啊？但是對華為是突破，因為華為太 low 了，太傻逼了，所以對他們來講是突破，對英偉達不是威脅。你說的多好啊！全球技術界啊，這個領域真正的技術公司從來不會把技術優化和科技革命劃等號，太不一樣了，完全不同屬性問題。不會把工藝思想的進化和基礎科學的突破進行任何關聯。基礎科學多牛逼呀，定律，他媽工藝思想你做個進化，什麼玩意兒啊？更不可能把公司的什麼科技思想進步跟民族文化復興關聯。所以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麼傻逼政黨、流氓政黨領導的國家，出了華為這種傻逼企業，這他媽就不是科技公司，披着科技外衣的中共政治機構，承擔的也不是科研任務，是他媽政治宣傳任務，拿着國際上10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就有的成熟技術。我說了啊，你們去看一下啊，大家去看一下伊恩·克特里斯的評價，裡面告訴華為聊這個理論中有多少都是被其他公司在多少年前都注冊完專利了，內容比華為說的還要多，還要全面，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啊。那為什麼這麼幹？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众都是傻逼啊。對呀，為什麼中央電視台就按4年級的人播新聞呢？就中國的人的文化水平、知識創新能力就是小學4年級，不求甚解、自願被騙的人特別多。所以对於那些老的過去的技術，換成什麼涛定律、超節點、超融合、玄武構架、鴻蒙生態、盤古大模型，重新定義一遍，宣傳一遍，別人玩透的東西，我操，中國人就激動了。你看鸿蒙那個傻逼狀態，你看5G 這傻逼狀態啊，功率他媽這麼大，耗電這麼多，那提升啥玩意兒了？所以呢，這邊上面能騙的像他媽傻逼習近平這種小學生高興，底下讓民眾他媽歡欣鼓舞，跟打雞血似的。但是骨子裡就是詐騙，就是詐騙啊！所以華為呢，這次只是騙了一下，他為什麼不敢有論文？論文就他媽是剽竊了，被人抓包了。拿人概念，拿個嘴快樂，做一個他媽品牌化包装，這事兒就跟當年做假芯片一樣。不過假芯片呢被人抓包了啊，所以華為比那假芯片聰明，不做假的論文啊。但是本身的事兒換湯不換藥，好吧，我就說這麼多
該明白的都明白了啊，不该明白的大家也就都咱也说不明白啊，咱也说不明白啊。华为贵买不起，操你买华为，你就想买华为这事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那操，你愿意搁个间谍在身边，还愿意搁个傻逼在身边，都愿意，那人家还让你花那么多钱搁，那你是啥人，咱也不聊了，好吗？啊，就说这么多。Tau Layer 啊，定律啊，里面所涉及的就是一次技術迭代的工程演化，國際大公司做了10幾年，形成大量專利。論文出來，國際學術界剽竊的一個真實憑證，嘲諷吧，全嘲諷。華為很聰明，騙子的聰明，只說了一嘴，不留任何真正行騙的詐騙的文字依據給你啊。但是本質還是把別人嚼過10幾年的甘蔗渣換了個中文名字，讓中共的上到習近平，下到小粉紅都跟打了雞血似的。這麼大一個國家，就他媽沒什麼專家學者去用 AI 問一下，華為這個東西能叫定律嗎？你們的技術內容是國際獨創嗎？問一下就露餡了啊！不需要問，全都自己跟自己自嗨啊！中共國沒有法律，權力高於法律，華為就他媽這麼幹。所以你說高盛是高盛吧？那個傻逼投行我忘了啊，是高盛吧？說在中國投了這幾年吧，投了多家上市公司全賠光，活該！他媽投中國上市公司，你用西方民主國家的邏輯去想中共這個流氓獨裁政黨，在這個裡面做投資，不死都是幸運的事啊！所以當年如果是高盛調查吧，對於投資中共國上市公司起關鍵作用，這個投行人員一定是拿了好處費的。按照中共國的滲透戰，你放心，超限戰100%拿了好處費的，而且是大量好處費，關決策性人物，所以才會他媽在中共國投資，因為知道必死。那華為呢？華為進化了啊，原來禿鷲啊吃人血饅頭，對吧？就像布布的事，今年布布的事就是吃人血饅頭，把別人東西據為己有。現在呢又變成了什麼叫驅蟲呢？Tau定律啊，詐騙，把過去遙遙領先這種淺層詐騙變成了完整包裝的全新詐騙啊，像驅蟲一樣努力孵化出大量傳染中共病菌的蒼蠅，給全民洗腦灌輸病毒啊，讓整個中華民族的小粉紅盲目自信跟自嗨啊，讓這些被中共已經剝削到褲衩都沒了的小粉紅自嗨到死。好吧，Tau定律狗屎一樣的玩意兒，結果在他們中共國那麼多技術專家、行業領袖出來都吹捧，所以這個國家真的是有毒啊。然後他們中共國的媒體對黃仁勳對於Tau定律的評價叫什麼？黃總的意思說華為已經做了重要的創新，英偉達沒有。我是真的他媽的神了，我操！人家說華為是突破，英偉達不是，對英偉達不是威脅，這是謙虛的說法。人家想說的是你華為傻逼，所以對你是突破，英偉達不是威脅，因為技術太陳舊了。怎麼能把這話解讀成他們華為做的重要創新，英偉達沒有的？我操！所以這個媒體也是有毒，這個國家就是有毒。夠明白了吧？講的時間夠明白了吧？時間夠長了吧？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啊，我也希望大家能看我的視頻，比如說今天就知道了技術問題怎麼分析，找論文，聽明白了嗎？找論文，技術問題怎麼分析，大家要會了呢，我就心滿意足了。啊，以後幹嘛？以後騙不了大家了。啊，以後騙不了大家了。至於華為這種蛆蟲，現在除了毒害中共社會大眾有點用，啊，這樣的公司在技術上就真的已經啥用都沒有了。